它裡面的這個餡啊，其實給的很多，口感很綿密，外層就是很扎實的酥脆，奶霜的口感再加上布丁的扎實感，還有咖啡凍的這個脆口，還有最後咖啡布丁的滑順，這個整個口感綜合起來，層次感超厲害。它其實算有點偏酸，我第一口還不知道那麼酸，吃下去有點嗆到，但是我覺得很刷嘴，很好吃。我覺得以新奇程度跟亮点程度，沒有前面那个那麼厲害。我覺得我不太喜歡因為有一點太酸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e。那我們這集的話就要介紹全家這期的一些新品。但全家這期的話蠻特別的，它是跟一些泰式有關係的，包含泰奶相關產品或是泰式的料理，我們還是會分2集，因為它還是有前後期的發行時間，所以我們這集就先幫大家介紹比較前期發行的一些相關產品。那第一個幫大家介紹的是泰奶黑糖 QQ 軟法，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跟這個一個品牌 Nara 聯名的一個產品，一個很像就是有點類似軟的法國麵包，那它的話是屬於長條形麵包，我們就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吃完這個泰奶黑糖 QQ 軟法，然後這個第一個我覺得其實啊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，它裡面的這個餡啊，其實給的很多，它就是內餡給的算是，我覺得算蠻剛好了，甚至剛好再多一點。然後跟以前吃過的有黑糖，就是像這種 QQ 的，像我記得之前 Seven 有出過什麼線條小狗那種這種類似珍珠的這個餡，它的話給的非常多，給了比之前我們有吃過的類似有黑糖珍珠的一些產品，它給的餡還來得更多。然後它這次的這個算是黑糖粉圓吧，這次的話來得更有彈性，更有嚼勁，然後數量更多，這是我覺得還蠻厲害的地方。然後內餡的話，這個類似泰奶的這個醬啊，我覺得有一點點偏甜。但是呢，因為這個軟法這個麵包啊，它本身是屬於完全無糖的，所以綜合起來的話，我覺得剛好。對，如果換成另外一種麵包的話，不是這麼有嚼勁，然後這麼厚的麵包的話，我覺得就會偏甜。但配上這個軟法，我覺得剛剛好。對，因為這軟法很有彈性，雖然它如果單吃會有點乾，但是因為它這一次給的餡算是比較濕，然後比較多的餡，整體搭配起來，我覺得調得很好，就是完全解除這個軟法它單吃的乾，但是又可以讓大家消除這個泰奶這個內餡這個甜，有點過甜的這個甜，所以我覺得綜合起來調和的非常好。所以這個全家這次新出這個泰奶黑糖 QQ 軟法，這個跟 Nara 聯名的這個，我覺得就還蠻推薦的。整體吃起來，我覺得味道調得很剛好，但是可能有些怕甜的會綜合起來會有一點微甜，但是我覺得不錯，是我覺得我也算是比較不喜歡吃那麼甜的，是我覺得我會再回購的產品，所以推薦給大家。第二個是泰奶可可布丁塔，這也是我們說的跟 Nara 聯名的一個產品，它是一個布丁塔。對，其實這個也是全家每期都有出的產品，但這一期剛好就是泰奶口味的新產品啊，幫大家試試看看。這個泰奶可可布丁塔，這個它的泰奶這個茶味啊，比前面剛剛那泰奶還要更重。前面那個比較主打泰奶的甜味，這個是比較主打泰奶的茶味。但是我更喜歡這個，因為我本身奶茶就是喜歡喝茶味大於奶味更多的奶茶。其實我就本身就非常喜歡茶味啊，所以這個蠻合我的胃口的。那這個的話是屬於茶味很重的一個甜點。那它這個布丁塔就跟之前已經出過無數口味的這個布丁塔，它口感一樣，就是還蠻脆，還蠻酥脆，然後還蠻扎實的這個布丁塔的這個口感。那布丁的話，我覺得還算蠻緊密、蠻扎實的。這一次其實就跟以前有出過的很像，就這個布丁塔一直以來都是他們算是招牌之一，所以它才會不停出很多口味。然後重點是這一次的口味，它不會到很甜，大概5到6分糖，但是茶味很重，是我覺得很喜歡的。口感很綿密，外層就是很扎實的酥脆，然後加上茶味很重，甜度不會到很甜。這個我覺得也很推薦給大家哦。這個泰奶可可布丁塔，這個我覺得茶味很重，我超愛的一個布丁塔。再來的話就是也是全家這一期出的一個新產品，它是咖啡聖代杯，這個是我以前也都沒有看過的。它的話是這樣子，我覺得也是蠻精緻、蠻好看的。它這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咖啡洞，我覺得蠻酷的，這個應該蠻 Q 的 ，QQ 的這個咖啡洞，幫大家試吃看看。吃完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上面這個的話就是咖啡洞，裡面這個一顆一顆的，這個也是咖啡洞。我覺得它蠻厲害，是咖啡聖代杯啊，層次很厲害。上面這一層的話是奶霜，
中間的話呢，如果你沒有吃的話，吃不出來。中間有一層蛋糕哦，它有夾一層蛋糕。最後下面的話就是另外一個咖啡的，有點類似咖啡布丁、咖啡果凍的感覺，但跟這個黑色咖啡凍都不一樣，這個是比較淺咖啡色。那奶霜的口感，再加上布丁的扎實感，還有咖啡凍的這個脆口，還有最後咖啡布丁的滑順，這個整個口感綜合起來，層次感超厲害，那我覺得蠻強的。然後它全部的這些東西啊，甜度大概都落在3到4分，所以是蠻微糖的，我覺得還不錯哦。它的奶霜也很滑順，然後它中间的蛋糕也很扎實，然後配上這個咖啡凍，又沒有到很甜，然後層次感我覺得很好，就是層次非常豐富，也很新奇，我覺得還蠻有亮點的。因為我第一次吃到咖啡聖代，但是我以為裡面是冰淇淋，就裡面是蛋糕，所以蛋糕加上它的奶霜，還有咖啡布丁，還有咖啡凍，是蠻新奇，亮點很多，口感也很好，甜度不會到很甜，有甜度只有微甜，我覺得這個也是超推薦的。接下來的話就是2個全家跟 Nara 合作的這2個泰式便當，第一個是泰式檸檬魚飯，对，它就是一個檸檬魚，那它需要把這個倒進去，因為它是有點拌飯的感覺。檸檬魚啊，它的這個檸檬味超級無敵重，就是一打開這個便當就可以聞到非常重的這種，有點類似香茅跟檸檬的味道綜合。對，然後它魚給了蠻大塊的哦，我們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剛吃完這個泰式檸檬魚這個飯啊，我只能說這個飯啊，它其實算有點偏酸。我第一口還不知道那麼酸，吃下去有點嗆到。它就是非常酸辣的一個檸檬魚，但是我覺得很刷嘴，很好吃。但是它酸大於辣，它辣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是中辣而已。但它這個酸其實蠻酸的哦，可能加了蠻多檸檬的。然後整個飯的話，除了它的味道很好，酸辣非常經典的泰式檸檬魚的感覺以外，它的豆腐也很滑順。然後魚的話很有彈性哦，很好吃，而且很大塊哦，這麼一大塊魚哦。還蠻有彈性，而且它是不會碎掉的那一種魚排，我覺得還蠻好吃的。整體的話，很新奇，很有亮點，非常酸辣，非常正宗的泰式檸檬魚。然後，魚肉也很好吃，豆腐也非常滑順，口味我覺得很刷嘴。這個呢，我覺得很推薦給大家泰式檸檬魚。但是如果你怕太酸的話，你自己要小心，因為我覺得這個算是我吃過數1數2酸的一個便當，但是不是超生那個酸啦，就是很正宗的泰式酸辣那種酸，我覺得很厲害，很好吃。再來是這個也是跟 Nara 合作的打拋風味豬肉拌麵。對，那我們常會聽到泰式的那個打拋豬飯，但是打拋豬麵反而比較少，但它鋪了滿滿的這個打拋豬的這個肉醬。那我們也幫大家試試看看。那這個打拋豬麵呢，除了有很多麵，還有一塊完整的荷包蛋。對，那這個打拋豬麵吃過前面那個泰式檸檬魚，我覺得這個稍微普通一點，因為畢竟打拋豬的味道，其實就算是台式的滷肉跟泰式的打拋豬，我覺得都會有一點像，所以它是不錯，是蠻好吃的，整體的麵的口感是蠻好吃，然後打拋豬這個肉的香味也還不錯，但是我只是覺得稍顯普通一點，因為太容易聞到這種味道跟吃到這種口感，就是它是很好吃的一個麵沒錯，但是我覺得沒有太多的亮點，因為太常見。但是如果你喜歡這種很家常，那你又不想要吃拌飯，就是很多外面都是打拋豬飯的話，你也可以考慮這個。但是我覺得以新奇程度跟亮點程度，沒有前面那個那麼厲害，但它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打拋豬麵的一個便當，我覺得也不錯。這2個跟 Nara 合作的2個便當，我覺得都還算蠻推的，只是檸檬魚會很有亮點，打拋豬稍微普通一點，但是還是很好吃。給大家參考看。接下來的話是他們這一期也是跟 Nara 合作這個青木瓜雞絲太太雙手卷，它就是有2個手卷吶。這個比較特別是以往的話，大家吃的手卷都是海苔去包的，這個話就是感覺是用其他東西，像是青木瓜做成的一些外皮。對，我們幫他2個都試試看看，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吃完這個，跟大家講一下。這個是蠻辣的哦，因為它這個裡面啊摻雜了很多那種泰式的醬料，是蠻辣的，有一點點中辣以上了。這2個的這個外皮啊，基本上沒什麼味道，感覺也可以猜出來，應該是沒什麼味道。它可能就是用一些紫薯或是青木瓜去把它擀成這種外皮。那內層的話，我覺得我沒有特別喜歡，因為這個是屬於蠻酸的那種手卷，我還是比較喜歡吃日式的手卷。它雖然可以吃到像青木瓜絲那種
南洋風味那種很清爽、很微辣、酸辣感。但是呢，我覺得還是太偏酸了，两個都有點偏酸。其實兩個味道不會差很多。然後我還是比較喜歡日式那種加肉鬆啊，或是加雞肉啊，或者說鮭魚那種感覺。這個話加青木瓜絲，加一點點可能蟹肉棒，或者說加一點點肉。我覺得我不太喜歡因為有一點太酸了。因為這種手卷，我的喜好還是比較偏日式的感覺，所以這個的話大家可以參考看看。我是覺得我不太喜歡可能我個人原因。那接下來的話這個是這一期新出的一個莓果乳酪吐司。其實這一期出很多複刻的類型的吐司，但這個話算是比較新類型的，其他都是以前有出過的。那它的話裡面總共是2片，那它的話就是可以看得出來是一面是比較淺色，一面是比较粉色的，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会做這樣，幫大家試試看看這一期新的这個莓果乳酪吐司。吃完这個莓果乳酪吐司，這些醬吐司这種大片吐司，因為它有分大片跟小的夾心的吐司都是醬吐司。這個話其實醬吐司本身的吐司就很柔軟，但是我覺得跟其他口味的口感啊，還有本身吐司的味道差異不大。這一個比較厲害的是它的莓果啊，切得蠻大片的，莓果的這個餡啊，砍在這個吐司裡面的餡其實都蠻大塊的。但是呢，乳酪我覺得比較少。我剛剛仔細看這2片啊，一片的乳酪大概就是砍2小塊，居多都是莓果，所以叫莓果乳酪吐司。乳酪真的是偏少，但我覺得還不錯啦，因為本身醬吐司的基底就是一個還蠻不錯吃的一個吐司，然後砍散這種很大塊莓果。如果喜歡吃莓果很大塊，然後又喜歡這個吐司，是還不錯。對，但是呢，我也覺得就是這個品項就是屬於亮點沒有到很多，因為大家就可以預知得出說這個品項大致上味道怎樣，還不錯，是很不錯的常態款，但是沒有很新奇，所以會推薦嗎？我可能覺得還好。那就大家看自己喜不喜歡這個莓果的感覺。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大致上就到這邊。那我們全家影片這一期的新品一樣會幫它分2集介紹，因為後面還有一些是比較後面才出的，全家就是也是分2階段去出的。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，謝謝大家。